被打倒的凯多将会去哪？天诺九隐的真相究竟是？大家好，我是 Draven。随着《海贼王》1050话官宣路飞胜利，天诺九隐出现，陪伴了大家这么久的和之国篇，终于到了真正的尾声。今天的视频就从本话的诸多细节讲起，来聊聊和之国结局以及未来的世界。天诺九隐的预言已经成真了。这漫画973话铺垫至今，历时超过2年3个月，《海贼王和之国篇》最大悬念之一的天诺九隐预言，终于在1050话有了答案。本话末尾，和之助变身巨龙出现在花之都上空，可以明显看到，此时巨龙身上背负着7个黑漆漆的东西。通过对比之前的形象可以确认，这并不是因为光线而产生的阴影，而是确确实实的人影，并且第二个人依稀可以见到船次郎那标志性的发型。下一个镜头，人影落地后的分镜里，一共出现了8个黑影。赤脚九侠中，潘十郎因为背叛已经除名，阿修罗童子受伤最重，武士们当中只剩下了警卫们、小菊、船次郎、猫蝮蛇、犬狼、雷藏、和松等7人，有可能来到花之都。倚仗不是九侠之一，而是光月加成身份，并且与 CP 之老同归于尽，生死未卜。那么大致了解人员背景后，再根据这些人影中的标志性元素，可以推断他们的身份。从左到右分别是戴着斗笠的矮胖身材是河童和松，身材高大并且有着狂乱毛发的是猫蝮蛇老大，带过来标志性的发型船次郎无误。接着就是最中间的打扮成花魁的光月日和，然后是身材同样高大，但是头部有领子一样的阴影，应该是犬男。接下来这位特征比较不明显，但可以见到左臂和右臂不对称，左臂明显比较空，有可能是断臂后的小菊。为什么不是警卫们呢？考虑到之前龙背上的阴影，1号位应该是日和，船次郎是2号位。如果警卫们有出现的话，2号位应该是他。没有来花之都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受伤太重。旁边同样有着标志性蜘蛛发型的是雷藏。最后最右边的一个人影，体型比较小，同样也比较矮。从站位来看，也是重要程度相对低的一人，有可能是小忍或者暴五郎。小忍一直没有成为光月御田的正式家臣，但20年来为了光月家依然付出了大量努力，也是一大功臣。暴五郎代表的是过去和之国黑帮老大，也是这次讨伐鬼之岛的武士们的代表，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而且他和上面那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世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是亡灵现身。以上8个人影在巨龙落地后率先出现，还差最后一个人影，从巨龙变回人形的28岁桃之助，但是在1023话一模一样，就留下了一个有趣的伏笔。桃之助被小忍的能力催熟成28岁后，有一个小忍抓着桃子手臂哭泣的镜头，并且强调的是他的外貌，能让小忍如此爆哭的长相，只有可能是一个他思念已久、意义非凡的人物。其实可能性也就只剩下主君光月御田了。28岁的桃之助应该有着和御田极为相似的外貌，而当他出现在花之都百姓面前时，应该会再次引发轰动。从巨龙出现在花之都到巨龙跌倒，九隐出现，凯多宣告败北，和之国迎来新的将军。石夫人预言的前半部分已经完全实现。如果这就是九隐的真相，那么现在再来看972话，桃子和日和睡觉的那个镜头，就如同一个隐喻。2位主君面前有7个蒲团，代表着守护光月家的7名武士。人们也许将不会知道鬼岛上发生过的决战，而是将眼前见到的不可思议的事件当成是火鸡庆典尾声所展现的神迹。整个国家也悄然发生巨变，凯多和大蛇在一夜之间被赶走，人们朝思暮想的光月家重新归来。若干年后，百姓们将这段神奇的事迹传颂成一段名为天诺九隐的传说，就像数百年前刀神龙蟒的传说一般。照耀国家的光芒背后，在无人知晓的阴影处，有一群人在默默努力着。就像户子不理解看家的做法，武士们追求的至高无上的荣誉，是让人们可以在自己开创的未来里自由幸福的生活下去。也许这个才是尾田想要表达的光与影的联系。当然，对于九隐这样的结果，也出现了一些争议。首当其冲的就是抢攻嫌疑，草帽一伙和其他同伴们付出巨大伤亡才拿下这场胜利，但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的赤鞘们却出现在了花之都，成为了拯救国家的英雄，似乎很不合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首先，桃之助和鬼岛上的众人应该会合过了，证据就是船次郎鼻子上的创可贴，说明他已经接受过了治疗，并且已经换上了带有光月家徽的披风。其他几名武士很可能也换上了，这是光月加成的标志，也是重新取得人们信任必不可少的标记。在另一个镜头里，大河已经回到了城堡内，路飞身上也有了接受治疗的元素，所以可以肯定，这些人应该是一起在鬼岛会合后，才决定挑选出几名代表去花之都向人们说明一切。毕竟桃子是直接变成巨龙飞过来的，不可能带上所有伤员。那为什么代表中没有海贼呢？因为海贼在这个闭锁的国家依然属于禁忌。当时凯多第一次击败路飞后，特意强调不能说他是海贼。海贼对于这个国家也许还是比较难接受的事物，毕竟百兽海贼团在这片土地上犯下了太多罪行。最后还有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路飞从来就不想当英雄。当时在愚人岛击败霍迪琼斯，解决了诺亚的危机后，草帽一伙就匆匆离场，为的就是不被人当成英雄。人一旦有了光环，就会受到无形的约束，与路飞和海贼那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就冲突了。就如同德雷斯罗萨大战末尾，路飞也是同样的表情，默默躺在雷贝卡的怀里，远离人群的欢呼。所以从一开始，草帽一伙就没有打算成为什么英雄，而是为了拯救朋友们的国家才奋战至今。当然，虽然缺席了九隐，但之后的宴会肯定是超级大狂欢，路飞一定会来的。
现在和之国这场复国之战已经告一段落，但另一个重要情节，和之国开国似乎还遥遥无期。陶之助到底在害怕什么？1050话，陶之助的行动充满谜团，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他与相主之间的对话，否定了开国的计划。这波操作比结尾的天若九隐更让人意外。要知道，和之国这场大战铺垫至今，已经有无数地方在铺垫开国的梦想，怎么到了打赢决战，反而来了一次急刹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1041话的一处细节说起。当时陶之助与大和对话，大和对桃子能够与相主对话这一能力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玉田日记里预言过的能够引领世界走向黎明的重要条件。但桃子本人却没有信心，原因是日记中关于拉夫德鲁秘密的重要一页被玉田撕毁了，导致必须开国的理由变得扑朔迷离。按照玉田之前的说法，和之国目前必守的局面是由关岳家造成，是为了免遭某种巨大力量的侵害。那么反过来，当和之国拥有一股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抵御外界侵害时，也就是真正的开国时机。显然，陶之助还没有准备好，认为如果会让和之国暴露在危险中，那么宁愿继续闭锁下去，也不能开国。这就是为什么1050话时，陶之助对相主说的“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么问题来了，陶之助是因为感知到什么危险，才决定暂缓开国吗？答案应该就在和之国近海的舰队上。在左屋的时候，陶之助已经可以和相主共享视野。相主既然能见到海面上捷克的舰队，这样也可以见到比捷克舰队更加庞大的世界政府舰队。他与陶之助之间，无论是通过言语交流，还是共享视野，陶之助大概率已经察觉到了这支舰队的威胁。罗布路奇的计划是在凯多败北后，直接接管和之国。现在这一猜想已经成为现实。那名在鬼岛坠落前逃走的 CB 基洛，回到舰队上后，一定会把情况汇报给路奇。外加香蕉果实觉醒这一严重事态，世界政府的舰队必然要发起进攻，抹除威胁。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决战，残破的和之国大地已经再也承受不起战火的摧残。也许这正是桃子畏惧开国的原因。有相主的力量在，但这一次的舰队打跑不在话下。但我无法保证下一次世界政府会不会拿出更强大的力量来对付和之国。之前因为凯多和百兽海集团的存在，我老辛不敢轻举妄动。打跑凯多后，守卫和之国的力量变成了陶之助率领的关岳武士，仅凭他们有可能对抗整个世界吗？或许应该借鉴一下愚人岛篇，当时路飞从比格曼海集团手中将愚人岛这块地盘抢了过来，由自己来保护。而在和之国这场决战中，觉醒的尼卡形态的路飞，在吴老辛眼中已经是比凯多更加危险的存在。和之国成为乔伊波伊的地盘，就用草帽的旗帜来保护这个国家。和之助和关岳家的力量也成为未来乔伊波伊的助力，也许才是开国的正确姿势。一个不会被巨大力量侵害，同时也能吃饱饭的国家，才算完成了路飞给小玉的承诺。虽然陶之助暂时不打算开国，但1050话最后的火山爆发正在改变这个国家的地形气候，这也许是另一个开国的伏笔。1050话展示了一张和之国剖面图，分别标注了大妈和凯多坠入了深坑，他们唯一例外都直抵最深层的岩浆，所以在后面的另一个镜头里才有他们两人躺在一起的和谐场面。强大冲击力还破坏了和之国地下的岩层，这些裂痕也是后来火山爆发的方向。对比一下之前954话的另一张剖面图，显然两张切面的角度不一样，多了一个前港的路径图。前港升起的地方是在白雾，而1050话火山爆发的海面更接近兔碗，大致是在鬼岛原址和兔碗之间的海面上。而这场火山爆发将会解决和之国近海恶劣的气候和混乱的海流。仔细看这次火山爆发的底部，有一个岩层被冲破的细节，说明经过这次的爆炸后，鬼岛海面下最后的礁石也不存在了，直接被岩浆轰飞。而无数火山灰升入空中，将对和之国的气候产生重大影响。在之前分析天王的那期视频里，我们曾经有聊到海楼石与和之国的内在联系。漫画240话，派葛亚说过，海楼石中含有的岩盐结晶通过火山爆发输送到天空，与水汽凝结改变了密度，从而形成了空岛的土地、海云和岛云。后来在小空岛维萨利亚，气象学家们利用空岛的土地，可以种植出能够影响天气的天气球。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说明海楼石中含有的岩盐结晶具有能够影响天气的效果。而和之国就是海楼石的原产地，和之国岩层中一定存在海楼石的成分。现在通过火山爆发，海楼石和其中的岩盐结晶被泼洒向天空，和之国周围恶劣的气候也将迎来改变。800年前，关岳家的先祖也许正是利用这股力量，将和之国地理闭锁起来。那么这一次会负负得正吗？岩盐结晶进入天空后，既有可能让天气变得更糟，也有可能让天气变好。如果是前者，那么可以引出桃子和相主展现的力量，再次拯救和之国；如果是后者，那么在解决了气候问题之后，和之国近海的海流也很可能被改变。还记得当时娜美怎么说的吗？和之国近海的海流不像是一般的吹送流，吹送流指的就是由风力作用下形成的海流。因为和之国近海恶劣气候导致的狂风，使得海流也变得不同寻常。那么当风平息的时候，海浪也很可能平息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进入和之国将变得比以前容易。陶之助虽然不想开国，但失去了天然屏障，再也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和乔伊波伊并肩战斗，迎来真正的世界黎明，才能保证国家再也不受到侵害。和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和之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国。这就给了关岳家参与最终章世界大战一个绝佳的缘由。凯多死了吗？1050话中虽然有多个分镜显示凯多掉入了岩浆之中，但别忘了前2话里凯多刚拿出了堪比岩浆高温的火焰八卦，
如果路飞的身体能够保持橡胶特性，那么凯多的身体应该也可以保持抗高温的特性。那么另一个四皇 Big Mom 死了吗？显然也没有，因为在1050话中还出现了宙斯的镜头。宙斯不仅是大妈能力的产物，本身也是大妈灵魂的一部分。他健健康康的样子，说明大妈也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暂时失去了意识。两名四皇在和之国惨败，以他们的性格，一定会在下个篇章卷土重来。但在和之国篇，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一些还没有交代的事情，我们不妨大胆推测下和之国的结局。首先就是2个四皇团的去留。大和阻止了百兽海贼团残党的进攻，但没有限制他们的自由。凯多败北的真相确认后，原本趾高气扬的海贼们有可能会直接溃散，带着被击败的干部、杰克、飞流包等等撤出和之国。而奎因和镜按照之前的位置，应该坠落在鬼岛通往花之都这一路上的某处。动物系最大的特点就是砍揍，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大概率在百兽团撤退的路上被手下们救走。而最重要的船长凯多，随着火山爆发，也许已经随着岩浆一起从地底飞向了空中，并且被甩出去的方向正好是 Big Mom 海贼团主舰女王妈妈圣歌号所在的瀑布下方。如果戏剧性一点的话，大妈的儿女们将会看到2个四皇从天而降，然后一起退出和之国。而佩罗斯佩罗还躺在鬼岛外围，百兽海贼团也许会看在盟友的份上，把他一起回收。但阿普以及剩下的几名蛮霸者，有可能就此脱离百兽海贼团，并将这场战斗的结果以及 CP0 军火贸易的情报全部卖给摩根斯。即便吴老星再想隐瞒路飞的实力，也再也瞒不住了。雷克虽然身份没有曝光，但立场已经很明显，无法再回到百兽海贼团中。离开和之国后，大概率会与其他 SWORD 的成员会合。而作为胜利方的光月家，重新集结起了4大黑帮头目等等拥护光月的武士，这些人将成为新一任将军的战力。霸王蓝、赤脚九侠、乙藏、天口上飞彻，这些将成为辅佐陶之助的主要家臣。不止将成为双月看家的继承人，而小玉用糯米团子集结而成的动物军团会留在和之国，帮助人们重建家园，弥补过去犯下的罪行。没有了武器工厂，和之国被破坏的土地可以赢回生机。经此一战，佐乌的毛皮族与光月家更加紧密，并回收了佐乌篇末尾的伏笔。如果向佐千年来的目的地就是和之国，那么毛皮族也可以跟随2位国王留在和之国生存了。最后就是路飞以及他的海贼同盟。凯多收藏的那一块红色路标历史正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透露位置，应该会在接下来几话中交代。罗的目的是找其历史正文，了解低之一族的真相，所以他是跟定了路飞了。傲娇的基德虽然不会再相信任何同盟，但经过这场战斗，他与路飞的感情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点像金狮子与罗杰那样互为对手又互相欣赏的感觉。虽然不是正式的同盟，但下一个篇章一定还会一起战斗。和之国篇的末尾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宴会，武士、海贼、百姓、毛皮族以及各种神奇的动物们一起分享九里桃园农场以及佐屋的食物，痛痛快快的饱餐一顿，然后各自出海。而大和将会在出海前上演一段和当年光月玉田十分相似的霸王硬上弓，强行搭上三尼号，成为路飞新的伙伴。至于昏迷不醒的索隆，似乎已经不是普通的医疗可以解决。如果连毛皮族的医生都无法处理的话，也许治疗索隆的方式将引出下一座岛屿，然后在他们出海后，马上就会收到新的报纸，他们将会见到一场史无前例的赏金暴涨。路飞正式跻身4皇级别的战力，甚至成为樱木眼中最危险的对手。那么你觉得这次草帽一伙的赏金会涨到多少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聊一聊。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50话细节分析的全部内容啦，我是朱伟本，下期很快再见。